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解决一个小团队办公需要共享文件的常见问题。方法就是使用 Windows 系统自带的凭证满器。需要说明的是，实现团队共享文件的方法有很多。这个视频主要讲解的是利用 Windows 自带工具为小团队实现一个轻量、快速的部署方案。接下来，我将用4个部分为你快速讲清它的原理和用法。第一部分，核心场景。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功能的核心使用场景，一共有4个。第一，家庭网络，方便你在多台电脑之间无缝共享文档和影音文件。第二，办公室协作，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要演示的场景，让团队成员高频访问共享文件夹，就像打开本地盘一样简单。第三，访问 NAS， 把 NAS 的凭据存好，让它成为你电脑里一块即点即用的网络硬盘。第四，自动化任务，让需要后台运行的备份或脚本可以自动通过权限验证，不会中断。第二部分，必备条件。要使用这个功能，准备工作很简单，只需满足以下几个基本条件。网络环境，所有设备必须连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OS 系统，这个方法主要用于 Windows 系统。系统限制，提供共享的电脑必须开启网络发现和分享文件功能。账户权限，共享电脑上必须有一个带密码的用户账号用于身份验证。连接稳定性，为了防止连接失效，强烈建议为共享电脑设置一个静态 IP 地址或者固定的计算机名。第三部分，优势。那么这套方案的优势是什么呢？非常明确，核心是效率，一次配置，一劳永逸，彻底告别重复输入密码。其次是安全，相比于完全 open 不要密码的共享方式，它保留了账户验证，安全性更高。最后是体验，配置成功后，整个访问过程非常无缝，用户体验流畅。第4部分，劣势。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它几个缺点。配置有门槛，对于不熟悉网络限制的用户，初次配置会相对复杂。更新麻烦，如果共享电脑的账户密码改了，所有客户端都必须手动进入凭证满器更新，否则就会连接失败。存在安全风险，这是一个权限的延伸。任何能登录你客户端电脑的人，就能自动访问所有你已存好凭据的共享资源。对网络敏感，共享主体的 IP 地址或名称一旦改变，之前保存的凭据就会立刻失效。结尾，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使用 Windows 凭证满器配合文件共享，本质上是用一次性的配置来换取长期的访问便利。对于小型团队来说，它是一个能极大提升内部协作效率的强大工具。只要你清楚并能接受它的前提条件和潜在风险，希望这份指南对你有用。接下来为大家进行操作演示。好的，各位聪明的朋友们，我们现在要来演示一下如何在被共享的电脑里面进行设置。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被共享的电脑，我们需要提取几个信息。一是这台电脑的名称，也就是设备名称；第二是现在来登录操作这台电脑的用户名称以及用户密码。那么我们先来找到设备名称，在我的电脑上点右键，点击属性，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台电脑的设备名称，这里是 WIN 开头的。这里有一个位置，如果是 Win11的话，这里可以重命名这台电脑，我们这里就不重命名了，我们把这个设备名称给它取下来。好的，然后第二步，我们需要来采集一下用户。我们在我的电脑上点击右键，点击管理，在弹出的计算机管理里面点击本地用户合组。点击用户，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用户，我们现在在操作的是这一台 Administrator。我们把这个用户名称复制下来，然后这个用户是可以设置登录密码的，登录密码就是这台电脑这个用户的登录密码，我之前已经随便设置了一个。这个密码当然非常的简单，只是用来演示的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密码的保密。好，那么3个信息已经采集完了，然后我们需要
在这台电脑上设置共享的文件夹。那么我们打开我的电脑，我这里已经新建了一个文件夹，我们再新建一个，在新建文件夹，我们来叫测试共享文件夹。好，新建了以后，我们点击右键，点属性，在共享选项卡里面点击共享，在选择要与其共享的用户这里点下拉箭头，选择 Everyone， 点添加。在添加的 Everyone 里面调整它的权限级别，我们选择读取写入，点击共享。现在就已经设置好了，点完成，点关闭。那么 A 电脑就是被共享的这个电脑的被共享的文件夹已经设置完毕了，我们可以将我们采集到的这个信息发送给需要共享的其他电脑。我们现在来到了 B 电脑，也就是其他电脑，要去访问被共享的那台电脑的文件夹。我们首先在控制面板里面，双击控制面板，大家可能打开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调整一下这个类别。如果找不到控制面板的话，在开始菜单里面搜索一下，你甚至可以直接搜索凭据管理器。好，我们打开凭据管理器，我们能看，我这里已经添加过一次啊，我先删掉。我们在凭据管理器里面点击 Windows 凭据，下面点击添加 Windows 凭据，把我们刚才采集到的这个信息对应的填到这3个栏，设备名称就填到 Internet 地址或网络地址，用户名称和密码都填写过来，点击确定。好，那么 Windows 凭据就设置好了。我们再双击我的电脑，打开我的电脑，在地址栏这个位置，我们要填写设备名称。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需要大家注意，就是我们在这个设备名称之前需要输入2个路径符，也就是反斜杠。在键盘上的话，它位于键盘回车键上面的这个键，这是中文的，我们必须输英文的，然后输入这个设备名称，点击回车。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其他电脑上面访问到被共享电脑的被共享的文件夹。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双击进去，我们来新建一个文本吧。我们设置一下日期、时间，B 电脑。好，我们在 B 电脑上新建了一个文本，这里是这个时间新建的。我们去共享的电脑上看一下这个效果，它有没有共享过去。好，我们来到被共享的电脑的被共享文件夹，我们双击进去。你看，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了其他电脑访问我们被共享的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本。好，我们也来新建一个，来回复它。
好的，我们现在新建了一个文本，用来回复之前的这个，同样也可以修改啊，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演示。我们来看一下 B 电脑有没有反应。好，我们回到 B 电脑这里，我们明显看到 B 电脑也看到了 A 电脑回复过来的信息，那么这样就完成了在同一个局域网下不同电脑来访问一台共享的电脑的共享文件夹。